近期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财报策略啊，财报策略应该怎么做啊？接下来还有哪些财报策略？我们先看一下大盘啊，大盘的话 ，VIX 指数现在是一个在扎猛子啊，一直在往下跌。那 VIX 指数跌不住的话，那说明大盘可能稳住了啊，稳住了在这个位置啊 ，VIX 指数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的判断。近期的财报策略有哪几个标的呢？大家还记不记得啊？有谷歌 A， 有特斯拉，有苹果，有亚马逊，有 SpaceX。然后这里面呢有做失败的，做失败的是哪个？是亚马逊。有做成功的，其中特别成功的是苹果和谷歌。那我们一个个去对应一下啊。然后为什么当时用那个策略？我们先看谷歌啊，谷歌是在这一天发布财报的，是在7月23日啊，或者说7月22日至盘后发布的，反正是7月23号就知道了它的财报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当时怎么做的这个策略呢？当时根据它日线出现了顶部结构，走了一周之后，发现呢它又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，又出现下跌趋势，然后周线呢也是一个下跌趋势，我们就发现它是一个偏空的一个走势。那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呢？认为一个标的的一个 K 线其实已经充分的反馈了利空和利多。那既然它在财报发布前是一个下跌的趋势，当然这种逻辑只适用于在这种超级的大股票上、大公司上啊，那些小公司、小股票是不适合这个逻辑的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，这个逻辑就跟我之前的另外一个逻辑是相辅相成的。什么逻辑呢？就是我认为美股巨头大概率不会出现暴涨暴跌，比如说这个假设特斯拉它昨天涨了 10%， 大概率今天不会跌 10% 的啊，然后也不会说连续2天涨 10%。这个是我根据美股这些区巨头啊，或是非常知名的公司多年以来的这个 K 线啊总结出来一个规律。当然极端情况下有没有这种？有，但是我们不要说去考虑那种非常非常少的一种行情啊。所以基于这个逻辑，我们也可以分析这个大盘这个大的股票，他们在走出来一种趋势。比如说下跌趋势的时候，你不管它是发布财报还是说什么那个解禁，比如说像 SpaceX 最近不是解禁吗？对吧？大家就觉得它是超级大的利空，但是对我来讲，它的 K 线已经表明了这个利空了啊，所以它在这个地方下跌趋势的时候，我就认为它的财报是利空的。大家懂我这个逻辑吗？就是我先判断它的走势，如果是它是偏多的，是上涨趋势，我就认为它的财报是上涨的，是利好的啊。听懂了格雷子老师的这番逻辑、这番理论的扣个一。这个逻辑我觉得格雷子老师这样讲应该很清楚啊，就是前提是它是美股巨头或者说美股3大指数，它在它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个连续的暴涨或者说连续的暴跌，就是如果即使出现过极小概率事件，所以基于这个逻辑，我认为它的上涨趋势和下跌趋势它是很难去短期内给扭转的啊。那它在发财报之前出现了下跌趋势，出现了顶部结构，它的财报就应该是利空。那基于这个逻辑，我们做它要么就是做空直接买 put， 对吧？要么就是用熊市价差。那格雷子老师用的什么策略？用的熊市价差策略，对不对？然后也赚钱了，给大家去搜一下啊，当时的这个策略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当时是做的熊市价差，卖了一个375的 call， 买了一个390的 call 啊，一对大概可以赚250块钱左右啊，因为一个是 4.05 卖嗨的嘛，一个 1.51 卖嗨的。7月21日我们又加仓了，变成了20对，20对呢，这个总盈利可以达到多少？这个就是8300减3300，大概可以赚5000美元左右啊。然后我们继续看啊，我们直接看一下那个谷歌后面的持仓就知道了啊。而且我们在7月20日还做了一个熊市价差，你看做的是7月20日做的是8月21日的410和430的熊市价差啊，都加上了不少。谷歌最终它给我们带来多少收益？这里面因为我的持仓里面都有的啊，都可以找得出来哦。这个可能是我没有把整个持仓截图下来的原因啊。谷歌的那个持仓盈利应该是有的，我以后会把这些逻辑啊、这些策略全部给大家解释清楚。我们再解释特斯拉，特斯拉也是一样的。特斯拉它的财报是什么时候公布？是在7月23日公布，对不对？跟那个谷歌的差不多。然后当时它是什么样的？当时我记得我们的粉丝还想去抄底，但是我当时一看，这个特斯拉它的走势是至少日线级别是下跌趋势，然后这个顶部结构也出现了。所以我认为它的财报有可能是偏空的，所以我的建议呢也是做熊市价差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我们当时是做的特斯拉的一个8月21日390的扣啊，当时呢已经赚了，然后呢做了一对熊市价差，卖405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，7月24日啊，我们在7月23日就讲了特斯拉的这个持仓，然后7月24日它大跌之后，我们又给出来一个稳健的，就是它财报后发布的策略
啊，所以说这跟财报前发布的策略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财报像谷歌是财报前发布的策略，我们应该怎么应对？然后特斯拉呢是财报后发布的策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财报后发布的这个策略有没有成功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评调的这个历史记录啊，这里面都能找得到的。特斯拉 T， 我们是8月21日390的嘛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是多少钱评的，2块多钱卖的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平仓是 0.97， 是不是显示肯定赚钱了嘛，对吧？我 0.2 卖开的嘛，对吧？这个就是财报后公布后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是 2.11 开仓的啊，然后 0.97 去把它止盈了，啊。为什么我把它止盈？我其实是吸取了亚马逊的这个教训啊，吸取了亚马逊的教训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苹果的策略啊，苹果的也是财报前，7月30日盘后啊，7月31日盘前，对不对？7月30日盘后，然后我们是什么时候做这个策略的呢？我们是在7月29日就开始筹备这个策略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看一下这个苹果的这个策略，应该苹果的这个策略是最近这个财报策略做的最好的啊，财报策略做的最好的，因为当时发现它非常符合双买策略啊，因为我知道双买策略我们的粉丝啊，包括我们的学员都非常感兴趣，但是呢，双买策略是可遇不可求的。7月30日我们的苹果啊，顺势就加仓了很多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在盘中一直在加仓苹果啊，当时苹果呢做了一对这个熊市价差，是吧？做了10对双买策略，这是苹果当时做的策略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苹果一开始做的一个 put 的一个牛市价差，然后做了10对双买策略啊。当时为什么这样去做啊？给大家也解释它的逻辑啊。每一个标的我都要把逻辑给大家解释清楚，这样子大家以后碰到像类似的事情才可以应对啊。或者说你还是觉得应对不了的话，你到 Glitch 这边来，或者说联系我们的助教老师问一下，哎，怎么样去应对？当时苹果呢，这已经在7月28日创了历史新高，在7月29日又创了历史新高，那个时候出现了。美股区巨头里面就苹果在涨，其他的标的都在跌，而且美股3大指数都是偏弱的，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就是我认为这个主力资金啊，它可能是在拉升苹果护盘，然后如果这个美股开始止跌企稳的话，你苹果的护盘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啊，护盘的工作就完成了，它有可能就要下跌了啊，这是第一个判断。第二个判断呢，客观的就是它在这7月27、28、29这3个交易日里面出现了十字星，然后又是顶部，那意味着这种是有变盘的预期的。再加上它一个交易日之后啊，我们因为当时是在7月29日的这个大概早盘的这个，所以说差不多是1个半交易日之后，它就要发布财报，所以我们认为它要变盘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它是偏多的，所以说我们做的价差策略还是牛市价差，但是只敢做1对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我做其他的都是做10对啊，比如说谷歌的呀。特斯拉的我都做10对，是不是？但是苹果的我只敢做1对，因为它有潜在的利空嘛，对吧？然后，但是双买策略，我当时一看一分析就发现了不得了，苹果的双买策略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。当时只要苹果波动3%左右，4%不到，它的双买策略就能赚钱。然后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在7月30日，它财报公布前一个交易日，它就下跌了。这一个下跌就导致了它出现了日线的顶部结构，出现了这个。它有可能要护盘工作任务就要结束了的这种迹象，所以我果断的就把双买的这个买扣给平掉了，只留买 put 啊，然后7月31日就兑现了，苹果不能说是史无前例，反正是跌幅 7.35% 啊，跌幅非常大那一天啊，它已经超过了就是应该是今年以来最大的一天然后我们的那个买 put 策略就获利了啊，买 put 策略获利多少啊？刚刚已经给大家就已经看到了啊，这个里面7月31日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当时是赚了56600啊，而且苹果的持仓我们现在还持有啊，今天也做了苹果的持仓了啊。亚马逊这个策略呢，其实我觉得做的非常失败。为什么说失败啊？我们在这里做的这个默认人啊，他没有考虑到他要发财报，所以在这一天他突破了260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高之前的那个最高价的位置之后，我们这个地方就应该去做止损的，一开盘的时候就应该做止损。但是开盘的时候，有好的止损时间，包括在盘中也有止损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呢没有去及时的去做一个止损，导致这个默认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。就是我那天清仓的时候，我的清仓也代表了格雷兹老师对期权的一个嗅觉啊。你看，就是我那天清仓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清仓了多少标的。亚马逊那天清仓之后亏了19000，美光也清仓了，对吧？PANW 也清仓了，但是我
昨天又重新嗨仓了 ，CRWD 也清仓了，对吧？这是之前的盈利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还是我们第2次做的时候的盈利。其实 PNW 包跟 CRWD 我们加起来应该盈利超过$3000的啊。然后包括当时的 SpaceX 和海力士也都清仓了啊。大家发现没有？我如果在这一天不清仓的话，我的清仓是什么时候？发生在8月3日啊，应该是我是在8月3日盘前截图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说明我是在7月31日清仓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去看一下，回过头来去看一下7月31日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格雷泽老师把这么多的合约空单去清仓了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从这一点也能反映格雷泽老师的这个敏锐性啊。7月31日是上周五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道指的时候，7月31日它已经形成了短期的一个上涨趋势了啊，这是道指。然后 QQQ 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在7月31日啊是一个冲高回落，但是呢我也把它清仓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标普也是一样的。所以从这个清仓的时间节点来看，格雷泽老师是做了很多的功课和预期的啊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之前这个策略是赚钱的，然后现在我的盈利变少了，我的逻辑和我的习惯就是我不会让它亏钱出去啊，我宁愿少赚，我也把它平仓，也要止盈。最后就是这个 Space 这个策略了啊 ，Space， 你看我今天的分析其实也是对的 ，Space 这个默认人，我当时记得有很多的学员啊。有几个学员，包括有几个粉丝跟我讲过 ，SpaceX 在这个地方虽然它涨了2个交易日，而且是大阳线，涨了多少呢？在8月3日涨了 5.68%， 8月4日涨了 9.43%， 然后它在8月5日就要公布财报了，对吧？它有大额解禁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利空。第二个呢，财报公布你不知道它的财报是利好还是利空，但是呢，我当时很坚定的，就是我根据它的8月3日和8月4日这2个 K 线啊，我坚定的就做了它的这个财报策略。做了什么策略呢？第一个是卖它的这个默认人是跌不到100的这个 put， 就是我认为是看多的啊。第二个呢，做了一对双买策略啊，后来发现这个策略是我们做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。如果我们做10对双买的话，我们在它财报公布后就要亏钱，但是我们刚好是卖10张 put 啊去抄底，然后昨天财报公布后，它盘前就跌到112，很多人就恐慌了。我当时给的建议就是不需要恐慌，你直接把买 put 就是双买策略的买 put 直接平掉就行了，留着卖 put 和买 call。然后后面为什么我又把它再平仓了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买后在这个地方好像涨不动了，而且我是买的118的call，117的call，它要涨到127我才保本啊。然后我觉得涨到127的概率不太大啊，不太大，所以我就把那个买扣平掉了。然后卖扣呢，也是平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卖 put 为什么平掉呢？我看它在尾盘的时候啊，在昨天尾盘的时候，它又在下跌了，所以我就找个机会，应该在这种位置啊，就我觉得它只有 0.55 了啊，我是0.2几卖的。0.55了，我觉得我持有10张，最多只能赚500块钱。但是万一它跌破100的话，我的亏损可能会非常巨大，又跟下一个亚马逊一样啊，所以说我就把它果断的止盈了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财报期权策略。